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一期我们又见面了啊。这一期啊，我想给咱们朋友们聊一聊啊，关于番茄那么打叉啊这个话题。咱们有些朋友啊认为这个打叉啊越早越好啊，有些朋友呢整个就是不打老样啊，或者是老叉子。那么这一期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啊，这个打叉到底在什么时间？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呢是一穗果。那么一穗果呢，现在呢还处于是一个膨果期。那么我们这个什么时候去打底下的这个叉子，或者是底下的这个老样呢？这个呢要分情况啊。您比如说夏季的时候啊，这个温度比较高啊，夏季的时候呢温度比较高，我们呢原则上在夏季的时候啊，一般是完全转色以后，我们才会去打下部的这种枝杈或者老叶。因为呢，在夏季的时候呢，要给它遮蔽一些高温的一些这个灼伤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越冬茬啊这一块呢，我们怎么样做呢？就可以适当的进行提前啊。您比如说呢，这个膨果啊，现在处于膨果，那么我们呢，这个青果啊转成白果以后，啊，我们呢就可以去打掉下部的这个枝杈子了啊。当然了，你也可以提前啊，比如说这个第一穗果下部呢，这个枝杈啊，您先留一下，然后呢，这个底下的那么这个底下的这种叉子呢，在冬季温度比较低这个密不透风啊，你又是高度密植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可以呢把下部的这个叉子呢可以进行这个提前的打掉，然后呢，只是说在一穗果这个位置下部呢可以先留一个枝杈先留一个枝杈，然后呢来正常的输送营养就可以了。希望本期的讲解对咱们朋友们有所帮助。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一期我们又见面了啊。关于番茄这一块咱们很多的种植户有一部分比如说是刚入行的现在呢，对于番茄这个想要增加产量，咱们有些农户呢就压根就不疏果。那么不疏果这个呢，当然产量会高一点，但是优质果会很少。比如说果根不大或者畸形果比较多这些都存在。那么为了一个经济效益，那么咱们呢对于番茄这块呢，还是尽可能要进行一下疏果的那么到底咱们这个留果上到底应该是留3个果好，还是留4个果比较好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你比如说像这一株当然这个留果数量您像在冬季的时候本身温度呢就比较低了，那么在留果数量上讲究上，你像这个呢，它就是1、2、3、4、5也就是现在成果的呢有5个，现在还有一朵刚开的一个花这就是有5个果。那么我们呢应该是留几个果比较合适呢？首先呢，我们要根据一个植株的一个长势要看植株的一个长势。如果长势呢比较健壮我的建议呢是，您有几个呢，您就留下来几个然后呢，去输出一些，比如说是畸形的或者是裂果的把这部分果给它输掉剩下的您就全部都可以保留了当然这个呢原则要看这个茎秆的这个长势的一个健壮程度如果这个茎秆比较瘦弱瘦小，那么您建议这个留果数量呢就要适当的这个减少一下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期我们又见面了在番茄的种植上大家都知道一旦膨果以后呢都会选用一个高钾肥，对不对？但是咱们很多的朋友农户不会去选择高钾肥。到底什么样的高钾肥在番茄上最适合最有利咱们这个番茄高产呢？这一期我们来聊一聊像一般在咱们番茄的种植这个过程中往往呢一旦做果以后这个番茄呢长到像这个鸡蛋这么大的时候呢，就要开始追施这个高钾肥了那么我们常见的高钾肥比如说有这个硝酸钾硫酸钾或者是磷酸二氢钾，到底哪一种这个高钾肥最有利咱们番茄的这个产量的增加呢？硝酸钾呢，它含有13.5个氮含有46个钾，既含有氮又含有高钾。这个硫酸钾呢，
是含有52个职业氧化钾，可以说呢是纯钾啊。磷酸二氢钾呢当然是含有磷，52个磷，然后呢又含有34个钾啊。那么我们一般在搭配上在这个硼管期的时候呢，建议直接使用硝酸钾，实际上是最好的啊。硝酸钾的硼管效果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了，您可以去配合一点磷酸二氢钾。磷酸二氢钾呢，既可以通过液面的喷雾也可以通过追肥和这个硝酸钾呢一块儿配合使用。那么当这个番茄就是说从这个转色的时候，什么叫做转色呢？也就是说这个硼管结束这个由青果开始转为了白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硫酸钾，是非常有利于这个转色的。如果说咱们在转色期您继续去使用硝酸钾的话呢，就会导致呢就有一点贪青了这个转色呢不是太好所以希望咱们朋友们呢，一定要认清这个这样子我们这个番茄呢才能够达到一个既高产，而且呢又可以提早上市。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期呢我们又见面了这期我们来聊一聊关于番茄在10月底到11月份这段时间呢，主要的一个管理主要的防治病害这方面今年的这个温度的确是比往年这个同期温度要低，温度比较低，湿度又比较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条件下，我们最主要的呢就会发生一些病害。像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主要呢是以防治灰霉病为主那么灰霉病它主要最直接的就是通过这个花的柱头，包括花器它会直接性的感染。那么灰霉病不单是会这个感染这个花器，另外呢包括这个果实包括叶面，甚至呢包括一些这个幼茎杆，它都会出现灰霉病。那么这个花器一旦感染这个灰霉病以后呢，这个湿度比较大呢，它就会这个传播。另外这个果面出现灰霉病以后呢，也就会造成一个这个腐烂的这种情况了可以说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呢也很好区别它是灰色的一层绒毛。那么我们呢在这个用药上应该怎么样去做呢？目前最好的药呢就是这个丁酰菌胺。当然了，一定要去做复配丁酰菌胺跟这个比如说多菌磷或者是咪霉胺一块去复配使用。当然了，防治这个药呢有很多种，但是呢一定要记着这个灰霉病要交替去使用您可以隔个7天咱们这个果一旦这个花器在这个果面上如果没有掉的话呢，及时的要给它进行一下清理以防止呢这个灰霉病的一些传播。在防治灰霉病的时候呢，可以去加入一些这个有机硅了有机硅这个助剂呢，可以说它这个延展性是非常非常快的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感觉不错呢，给点一个赞。